上面的女生已经说有点害怕了。现在咱们在爬的是安徽黄山的第3高峰天都峰。现在因为这个路变得很窄了，所以要先等那上面的人下来，我们再上去这样子。在这边站一下。而且右边已经没有这个绳索可以扶了，所以我到绝壁深壑，注意安全。在那个地方，好多人要决定要不要下来了。哦，在云雾散开了，这上面还没散开。哇，我们在内侧还好一点，因为左侧的话就是悬崖了，内侧靠着大石，稍微有点安全感。哇，我这个脚已经有点抬不起来了，太累了。天都峰西边是莲花峰，它与光明顶、莲花峰并称为3大黄山主峰，为36峰之一，海拔1810米。古称群仙所都，意为天上都会，故取名天都峰。刚才我差点放弃了，因为云雾太大了，然后我就下去了，大概10米吧，然后我又鼓起勇气，又返回来继续向上爬，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终于来到了一个小平台，好，在这里休息一下吧。这里海拔有1707米啊！吃了一半的士力架，我感觉我的膝盖快没知觉了，麻了。风好大，这个像是一个空调口一样，特别冷。而我刚才坐那里吃了士力架还好，那里没那么大风。这就是松树了哈，不是那棵最著名的迎客松。继续出发，距离天都峰山顶还有40分钟。你看上面就感觉是大雾笼罩的，没想到下面阳光普照的，就是。如果天都峰不被云雾笼罩，它将是怎样一番光景？后来我有幸航拍到了天都峰天朗气清的一面，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见过黄山的这一幕，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我们会真正理解什么叫黄山归来不看岳。相机快没电了，待会儿只能用手机拍了。可以了，我已经拍到天都峰的一个航拍了。哇，差点炸机了，因为那个雾气把摄像头全部挡住了，我分不清方向，所以还好拍到了。一定要小心。下去的话就比较快啊，原路返回。对面这一座山哈，就是10秒钟一个样，现在是清晰可见的10秒钟，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
现在咱们就往玉屏楼，也就是迎客松的方向出发。一路上都有这些绳子可以扶着，有一些绳子比较紧，有一些比较松。你看，可以人从下面一路爬到快到天都峰峰顶，大概还有15分钟我就回来了。好，安徽黄山不仅在今天备受欢迎，在古代它也是群星荟萃的。无数文人墨客在游览天都峰后留下了璀璨的诗句，比如李白的“黄山4千仞，32连峰。何年白日骑鸾鹤，踏碎天都峰上云。巨灵博识分南北，浮出天都第一峰。盘空千万仞，险若上当梯。迥入天都里，回看鸟道低。”哇，好多松树啊！这些松树都非常的翠绿。这个有点一线天的感觉哈，好像渡仙桥。怕不？啊？你搞了怕不？害怕不回去了。这里写着一线天啊，真的非常奇绝啊！两边是绝崖、绝壁。到这里的话，只够一个人通过了啊，还有回音呢。一线天那个最窄的口那里啊，只能够一个人。蓬莱仙岛啊，过了一线天，回头可见3座参差不齐的小石峰，从深壑中拔起，纯实无土，峰上奇松挺拔，有云海石，峰间微露，宛如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境，故名蓬莱山岛。这种巨石奇石到处可见。在蓬莱山岛上来几个台阶，可以有一个天都胜景啊，对面的天都峰，云雾挡住了，看不见。在这个一线天啊，仿佛突然从天一降一颗巨石啊，就夹在2个绝壁之间啊，形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石门。这个巨石还在滴水呢。终于来到了一个悬崖栈道啊！阿树太厉害了，从下面那个山沟沟的地方一路爬到这里。哇塞！哇塞！正为你打下了这一片江山。松风挺立玉屏峰，寒手相邀四重逢。终于来到了黄山的顶梁柱迎客峰啊！这里游客如织。刚在玉屏楼里给相机充了一会儿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最受欢迎的一个角落。迎客松啊，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在人民币见过，在人民大会堂见过，现在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我自拍走了。它是用了很多的铁柱给它作为支撑啊，像是一个老人一样的，需要人照顾了。它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你看上面的照片的话，从1910几年呢就有摄影师给它拍照了。就站在那。哇，现在太阳刚好打到迎客松上了，转瞬即逝的阳光。仔细看一下迎客松啊。在迎客松边上的一块巨石上写着一些摩崖石刻，
风景如画，一览众山小，观止老翁，臂力千仞。黄山第一明星了，这个有人称它为摇钱树，因为它为黄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哦，它有一些这个树枝好像是一个假的，它是拼接上去的。你看上面的话，仙气飘飘的。其实到处都有松树啊，但是这棵松树经过文人墨客的一个书写以后，就变得格外的有名。哦，现在有太阳了。这边还有2块像悬崖伸出来的一个高台啊！哇塞，太绝了吧这里！这里只能够1个人过。哇塞！哦，我有点恐高啊！你看下面。来来往往的一些缆车，对面就是莲花峰了。说这个好像照的没点不好看的，看你比树子高起来了。我比树子高？对。哎呀，怎么？哎呦妈呀！太危险了，你这。要不就不行。哎呀！哎，帅哥。嗯。你不怕你2个抱不了？哇！哎，这风太大了。我爬上这个石头看一下这个迎客松。这不好看的哈。哦。哇！赶紧看一眼吧，我害怕，我恐高。这是一块。那边是天都峰，然后这里是迎客松，然后那边是莲花峰，然后下面是我坐索道，这个坐索道的地方。对吧？要不要松树啊？这边还有一个小高台。这个索道来来往往的，你看这松树上面都挂了好多索啊。可以看到现在天都峰那个登山步道已经人很少了，因为3点以后他就不给上去了。上面呢就感觉马上天要黑了，但下面你看就感觉像是中午一样，就阳光很灿烂。就海拔的不同导致它的整个体验都不一样。你看。奇石盘旋在这个山崖边，然后一些大小不一的松树，然后茁壮破石而出啊！这一片黄山摩崖石刻群，上面写着“云海奇观，奇松怪石，黄山第一绝吗？云海大千，宇宙大观，江山如此多娇”是写的最高的。这里是玉屏楼宾馆，我问了一下，1000多块钱1个晚上吧。它是原黄山文书院的一个旧址啊。你看，从1914年就有摄影师给这个迎客松拍照了。1929年、1935年、1956年，从黑白变成了彩色照啊。这个很漂亮的莲花峰啊，这是从天都峰这个俯瞰玉屏峰的，这里是玉屏峰嘛。这是一个拼接的全景图啊，有25张照片拼接而成的。里面呢，左边是莲花峰，中间是玉屏峰，而右边是天都峰啊，很壮观啊。这张照片是拍于2015年12月6日的，也就是说今年12月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黄山的奇景。如果到时候想看的朋友多的话呢，可以给我留言啊，我到时候抽空过来拍一拍黄山的雪景啊。哇，这张图片是黄山的莲花峰啊，天都雪霁，太美了。
左边就是玉屏楼啊，然后右边是迎客松，大概的一个地理位置是这样子的。哦，这里还有一块巨石啊，上面有一些石碑，有一些文字啊，奇观。然后现在这条路呢，前面就是玉屏索道了，现在已经4点多了，它索道很快就收工了，打烊了，所以要赶紧回去了。哦，除了迎客松，还有一棵送客松啊。啊，既有连客松，自然就有送客松啊，这棵就是送客松。这里叫孔雀系莲花，我们来分辨一下哪个是孔雀，哪个是莲花呀？我有点看不出来，你能看出来吗？我知道那个是莲花峰，那孔雀是哪里？本地区最高峰，华山最高才1600。OK， 我们下山喽，坐玉屏索道。哦，去玉屏索道的这条路叫好汉坡呀，好汉坡，好汉坡。这些抬轿呢也收工了哈，最后看一眼天都峰吧，那就是天都峰的一部分啊。玉屏索道营业时间早上6点半到下午5点40分。它索道上行跟下行都是90块钱的哈，然后它上面的图片是迎客松啊。他是一个人他也走，就我一个人。哇，我的天！哇塞，你看两边的那个花岗岩啊。那个山缝里面啊，石缝里面长出那个小小的迎客松啊。这些石头的纹路啊，很像那个，有点像斑马的那个纹路啊。你看这些车厢啊，都是空着上来的，它是单绳的一个缆车。它是怎么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从缆车下来就来到了这里叫温泉站啊，然后买了一张大巴的一个车票回到南大门，19块钱。我听说一年他来黄山旅游的人有500万人次，按一个人消费600算的话，那是多少钱了？6点49啊，回到了南大门换乘中心啊。我们来尝一尝黄山的一些特色美食啊，然后满大街都是黄山烧饼。拐杖换水啊，然后这些店回收以后继续售卖。到处是黄山烧饼，它的配料里面有猪头肉啊，有骨头肉，还有五花肉。根据你里面馅料肉的不同，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有35一斤的，有40一斤的。我买了这一包啊，10块钱。特别酥脆，而且它口感比较分明啊，有层次感，一层一层的。然后里面的梅干菜跟猪肉呢，就是咸香的，不错。你看，全是黄山烧饼，它个头大小都不一样，馅料也不一样。现在是早上6点半啊，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换乘中心。今天是第2天爬黄山了，今天走它更核心的一些景点啊。我这10天内爬了4座山哈，从湖南的衡山到武功山到庐山，再到黄山。黄山是上述这些山峰里面阿树认为最奇绝无双的，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黄山任何一处美景，全景是云游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然与文化双重世界遗产的天下第一奇山黄山，欢迎回看黄山系列的第1集，本集为黄山的第2集。7点15到达玉屏索道站，90块钱买了一张上行索道票。你看到那个小的无人机没有？它是运送物资的。现在无人机作为快递员存在。好吃，才开始。你长好多小银颗星，好漂亮。7点38分到达玉屏索道站啊，昨天吭哧爬了3-4个小时才上来，坐索道10分钟就来到了这里。因为太阳打亮的，就是黄山的最高峰啊，莲花峰。今天是工作日的第1天啊，黄山还是这么多人，一路上走的话，有时候还会堵人啊，需要排一点小队。爬上了好汉坡哈。然后咱们就往左边，往光明顶的方向，因为昨天已经看过了迎客松玉屏楼了。哇，一个很狭窄的峡谷啊！我看一下，这里有个洞，有个洞穴。嘿，曲径通幽的哈，挺有意思啊。哦，可以。出发光明顶啊，
这个饱和度是相机直出的，我没有增加任何饱和度啊。你看那个天多蓝，树多绿。哦，这是一个悬崖边的栈道。哇，天气太好了，是不是？到处都有不知名的迎客松啊！哇，这松树各有千秋啊，没有一棵是重复的，每一棵都是千姿百态啊，争奇斗艳。唉，真的是黄山归来不看月啊！你看这些松树。莲花峰呢，跟天都峰是轮休的哈，一般3到5年。现在就到天都峰开始开放了，而莲花峰就开始封闭了，已经竖起了牌子。黄山应该是论秀美的程度啊，应该是我在中国爬过那么多山里面，我觉得论奇、论秀、论美，都是绝世无双了。刚才坐索道上来的时候啊，我看到好多的一个很大的无人机在做一些货物的配送啊。原来不止城市里面已经普及无人机配送了，连这种山区里面，因为太陡峭了，它也开始运用更高效的无人机配送了，而且它的成本比人力要低得多。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成熟啊，未来很多这种山区啊或者难以抵达的地方呢，都会越来越多的运用这种大型无人机啊。它其实也不大，但它的承载能力还挺好的。黄山不仅是安徽的一个宝藏啊，也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藏。然后你就能看到很多穿着黄山森林防火的一些巡逻员在沿着这个黄山各种步道去巡逻。路过一名女生啊，她说迎客松在哪里，我一定要去看，不去看的话我等于白来黄山了。所以迎客松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啊，就是等于是黄山的一个代名词啊，它的一个象征。你看这些松树啊，像长在天上一样。此地只应天上有。我越来越确信啊，就中国水墨丹青画，它的灵感来源一定是来自于黄山。你看这些，这个花岗岩的一个纹理啊，跟那些水墨画那一笔一墨的那个感觉是很像的。这个天太舒服了。黄山呢有5绝，好像是啊，一绝呢就是它的这个怪石，还有奇松、温泉、云海，好像还有一个是星空吧。这就属于是翻过一座小山头了。走下坡，
来了哈，见证奇迹的时候，啦啦噔噔，个拍啊，云雾缭绕，仙气飘飘。那边的一个云啊，你像被太阳照亮了以后，好像是琼楼玉宇，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的后花园。游客在刚才那个地方留恋啊，所以现在路上就又恢复了宁静。又路过一个两乡加一凤，这里就来到了一片松林啊。光明顶天海。哦，云海之上啊！不是，我们准备吃后面，慢慢来。这里有一个补给跟休息的地方。哇塞，这个石头的纹理啊，质感跟假的一样，跟画出来的一样，可能不知道相机能不能拍出那种似梦似幻的感觉。上面应该是莲花峰吧。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犹在。没事啊。好多这种两山加一凤呀。登山真的会让你心情变得豁然开朗。即便你早上没睡好，但是你来到这种高的地方，看这山、这云、这海，下坡了。哦，这有一棵迎客松啊！这棵迎客松它指向着我的左边生长啊，很独到，很独特。哦，现在可以拉着绳子往前走了，这里比较陡。哦，这里好陡啊！陡要看吗？他往下面看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这才几点呢？这还没开始。破坏公共财物。下回导游应该说了，你知道吧？昨天来。真。刚才一名路过的游客他说啊，来了黄山以后，对中国水墨丹青画呢都有了更具象化的一个感受啊。我想起清代画家他有一幅名画叫黄山云涛图啊，里面有一句诗呢是很多来黄山的游客都耳濡目染的，叫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哎呀，好美啊！接下来我们去爬黄山，令人又感到刺激又感到紧张的一个一线天啊，就在那里，一条陡直的一线阶梯向山缝里面穿过去。拍到我人没有？这里据说是一个什么图案啊，我一时分辨不出来。你来。稍微走一下，应该 OK 了。哦。路过一名轿夫啊，他说我们的工资才1天100多块钱一天。哪儿走错了？他们结束安利了啊，走，他来往这里。
一线天，黄山还是挺国际化的。这2天我也看到不少的外国游客。轿子上贴了一句话：“绿水千山就是金山银山。”最贵是从天海到莲花沟底啊，路程3.5公里。哇，那个无人机，然后拖着一袋那个货物啊，飞得比那个天花峰还要高，莲花峰还要高，就是那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啊？小。我在屏幕里没看到，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它的图传系统也是挺好的，这么多高山对信号的阻隔都没有影响。一线天前面就是鳌鱼洞，再到天海。我们出发爬一线天了。隔空传唱。乘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我四海为家，怎样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黄山第2集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会支持我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黄山更压轴的第3、第4集将在接下来1周内播出，敬请期待。谢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